发生大火，马桶瘫痪，美军福特级航母现在怎么样了呢？人类最贵、最强、最先进的超级航母到底能有多狼狈呢？它造价130亿美元，堆满了美国海军所有的尖端黑科技，号称21世纪的海上霸主，是美军用来碾压全球对手的未来战舰。可就是这艘被吹上天的福特号航母，在最近一次部署中，没挨一枚导弹，没遇一次敌方袭击，硬生生被自己的故障干趴下了。根据网络消息称，福特号海上漂泊1年，全进马桶大面积瘫痪，5000水兵如厕难如登天，一场不起眼的洗衣房小火，硬生生的烧了30多个小时，600多张床位彻底报废，1/4的舰员无家可归，只能睡地板、趴餐桌、挤机库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为什么全球最强航母会败给马桶和烘干机呢？这场史诗级的翻车的背后，到底藏着美军多少难言的困境？一切的混乱都始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超长海上部署。2025年6月24日，美军福特号 CVN-78 航母从诺福克母港出海，开启新一轮的海外执勤。按照美国海军的常规标准，航母一次海外部署周期一般是6个月，也就是180天左右，完成任务即可轮换休整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这次出海，福特号直接创下了越战结束之后美军航母单次最长的部署记录，整整326天。300多天里，这艘10万吨级的核航母几乎一直在连轴转，全程高强度奔波。它先奔赴地中海开展北约联合演习，随后转战加勒比海执行威慑任务，紧接着火速驰援红海、中东热点海域，全程横跨多个战略区域，应对复杂的海上局势。整整1年的时间，福特号航程里程突破了5.7万海里，累计完成了12000架次以上的舰载机起降，平均每天完成数十次起降作业。看似数据亮眼的背后，是整艘战舰5000名舰员无休止的超负荷运转。原本计划的轮换休整一次次被取消，靠港休整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全舰人员和装备都被美军硬生生的压榨到了极限。很多人觉得航母最核心的战斗力是舰载机、雷达和核动力，但对于一艘远洋部署的航母来说，排污、供水、住宿这些基础保障才是维持战斗力的根基，而福特号恰恰在最基础的民生保障上彻底崩盘。在本次超长部署期间，福特号搭载的全新真空马桶排污系统出现系统性的崩溃，全舰650套真空排污设备90%以上陆续失效瘫痪，多个舱室污水倒灌，管路堵塞，部分卫生间彻底封闭停用。可能很多人没有概念，数千名水兵日常如厕需要跨多层甲板，横穿大半个舰体，排队等候40-50分钟是常态。长期污水淤积让舱室异味弥漫，潮湿污浊的环境进一步加速设备腐蚀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海上执勤本就压力巨大，再加上基础生活保障彻底失守，舰员身心状态全线崩盘，士气大幅跌落。这里必须讲清楚，福特号的马桶瘫痪根本不是简单的堵塞问题，而是先天的设计缺陷加超负荷使用的双重恶果。福特级为了追求轻量化、智能化，节省舱室空间，全面换装了全新的真空排污系统。这套系统的优势是管路更细，占用空间更小，自动化程度更高。但弊端是，全新技术没有长期的实战验证，可靠性极差，对水质、管路密封性、零部件的精度要求极高，短期常规部署尚且容易出现故障，在326天里不间断、高负荷的远洋环境下，配件老化、损耗加剧，再加上海上缺乏深度维修的条件，故障集中爆发，最终导致整套系统彻底罢工。往往是刚修好一处，另一处再次瘫痪，反复无效维修，极大消耗了人力精力。如果说马桶瘫痪是折磨士气的慢性灾难，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就是直接击穿福特号战斗力的致命一击。2026年3月12日，正在红海执行战备任务的福特号航母突发严重火灾。根据相关的网络消息称，起火点并非弹药库、动力舱、燃油舱这些高危区域，而是看起来最安全、最不起眼的舰上主洗衣房。据称，事故的起因是极其普通的，一台烘干机长期高负荷运转，通风管道积热过载，引燃了内部堆积的绒毛和杂物，燃起明火。按照常规军舰的安全设计，这种级别的小火情本该在几分钟之内被自动灭火系统扑灭，连执勤警报都未必需要触发。但在福特号上，一切都变了，火苗顺着全新设计的通风管路快速蔓延，贯穿多个水兵驻舱。更离谱的是，舰上号称智能化的自动灭火系统响应之后，部分模块失效，未能及时控火。最终，这场不起眼的民用设备小火燃烧了整整30多个小时才被完全扑灭。事后 CNN 曝光的现场画面直接颠覆了所有人对超级航母的认知。水兵宿舍天花板被烧穿，线路裸露下垂，钢制床铺被烧成漆黑残骸，舱内遍地灰烬，浓烟密布。
这场火灾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超美军初期的轻描淡写。根据网络消息称，全舰600余张水兵床位彻底损毁，相当于1/4的舰员瞬间失去住宿区域，数千名官兵无床可睡，只能挤在餐厅、餐桌、机库地板、露天甲板休息，长达数月居无定所。火情还造成2名警员直接受伤，200多名水兵吸入有毒浓烟，出现呼吸道不适，很多人接受紧急医疗处置。1名重伤员直接后送就医。同时，舰上的主洗衣房彻底报废，数千名水兵的个人衣物、生活用品被烧毁，日常起居彻底陷入混乱。为了缓解困境，美军无奈之下只能从尚未交付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紧急抽调了1000张床垫，空运2000套被俘物资，勉强保障福特号舰员的基本生活。最尴尬的是，火灾发生之后，福特号丧失了持续作战的能力，不得不暂停红海战备任务，先后停靠希腊、克罗地亚港口进行临时抢修，战略威慑力大打折扣。很多人忍不住发问：10万吨级的超级航母拥有完善的防火隔舱、智能消防系统、专业消防班组，为什么会被一场洗衣房小火拿捏呢？答案依旧很扎心，不是意外，是系统性设计缺陷加人员疲劳作战的必然结果。全新的通风消防配套技术不成熟，超长的部署导致舰员身心疲惫，应急处置效率下降，多重问题叠加，最终让小故障酿成大灾难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会觉得马桶瘫痪、舱室失火都是日常小故障，没必要过度解读。但真正懂行的人都清楚，这2次的公开翻车仅仅是福特号无数隐患的冰山一角。这艘号称全球最强的航母，从诞生之初就带着严重的先天缺陷，核心问题就是新技术对其过猛，可靠性严重不足。福特级航母的研发建造思路是一步到位，全面替换尼米机级的老旧技术。电磁弹射、电磁阻拦、电磁武器升降机、全新的真空排污系统、新一代智能消防系统、SPY-6 相控阵雷达，数十项全新的技术集体上舰。这种跨越式升级看似先进，却违背了军工装备最基本的原则：成熟度优先，可靠性为王。大量未经过长期测试、未打磨成熟的新技术，直接批量堆砌上舰，直接导致福特级从服役开始就故障不断，问题缠身。先说核心战力，电磁弹射系统。纸面数据来看，电磁弹射效率更高，能耗更低，适配机型更广，全面碾压传统的蒸汽弹射。但实际部署中，福特号的电磁弹射故障率远超设计标准，海上环境复杂，温度湿度变化大，极易出现故障且结构精密，维修难度极高，海上几乎无法就地抢修，只能返回船坞大修。一旦弹射系统罢工，航母就彻底丧失舰载机的起降能力，沦为巨型的海上平台。再看被美军寄予厚望的先进电磁武器升降机，航母的核心战斗力不仅在于舰载机，更在于弹药转运效率。福特号搭载的11台全新电磁升降机，服役初期仅有2台能够正常使用，其余全部瘫痪。多年反复整改之后才勉强达标，严重拖垮航母的战备效率。更能说明问题的是2号舰肯尼迪号，2026年8月刚刚完成验收海试，状态依旧拉胯。11台电磁升降机仅7台可用，剩余4台要在交付后继续施工，相当于半成品状态交付海军。从电磁弹射、电磁升降机到真空排污、智能消防，福特级的所有革新都陷入了同一个困境：纸面参数遥遥领先，实战可靠性不堪一击。尼米兹级航母的蒸汽弹射、传统管路液压升降机技术虽然老旧，参数普通，但经过几十年的实战打磨，皮实耐造，维修简单，故障率低，能够适应高强度的远洋部署。而福特级一味追求技术领先，舍弃成熟可靠的老旧技术，最终换来的就是好看不耐用、高强度部署必翻车的尴尬局面。如果说福特号的接连翻车只是让美军尴尬丢脸，那最新的重磅决策直接证明美国承认福特级的电磁路线彻底走歪了。2026年8月13日，美国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，敲定了颠覆整个福特级项目的重大调整。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前3艘福特级航母继续保留全套电磁系统，不再改动。但从第4艘的 CVN-81 多利斯米勒号开始，后续所有的先舰福特级航母将全面取消电磁弹射、电磁武器升降机，彻底放弃深耕10几年的电磁技术路线，转头换回传统的蒸汽弹射加液压升降机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美国海军耗费数百亿美元，耗时20多年研发的新一代航母核心技术，被官方直接判定不合格、不实用，全盘推翻，彻底作废。美军之所以做出这种看似倒退的妥协，核心原因只有一个：先进但不可靠的技术在实战面前毫无意义，甚至是致命隐患。蒸汽弹射虽然技术老旧，上限更低，但胜在结构简单，可靠性拉满，维修便捷，海上可以快速抢修，无需过度依赖船坞设施，能够支撑高强度、长周期的远洋部署。
而电磁系统看似先进，却极度娇气，故障率高，维修难度大，一旦出海部署，随时可能突发故障，直接瘫痪航母的核心战力。对于随时需要全球部署应急威慑的美军来说，可靠性远比纸面先进性更重要。在战争面前，能用不坏好修，永远比参数漂亮更有价值。当然，这次技术倒退也会带来巨大的代价。CVN-81需要重新修改船体设计，调整设备布局，工期大幅拉长，建造成本额外增加数十亿美元，机会成本更是数不胜数。我们回头再来看看福特号的这场闹剧：320天超长部署，马桶集体瘫痪，舱室大火失控，舰员艰苦求生。这从来都不是极其孤立的设备故障，而是3重危机叠加的必然结果。第一重危机是技术冒进的反噬，军工装备研发稳大于快，可靠大于先进是铁律。美军急于拉开代差，强行堆砌大量未成熟的新技术，最终导致先进百病缠身，看似全面升级，实则全面不稳定。第二重危机是航母兵力枯竭的体系困境。美军全球霸权的核心是航母战斗群，但老旧舰艇老化加速，先舰难堪大用，船坞产能不足，兵力缺口持续扩大，只能压榨现有舰艇超期服役，让装备和人员长期超负荷运转，故障频发已成必然。第三重危机是美国造船工业的整体衰退。曾经全球顶尖的美国造船工业，如今产能萎缩，维修滞后，品控下滑，新技术落地，打磨能力大幅退步，再也做不到曾经的精益求精。2026年5月，伤痕累累的福特号终于结束了噩梦般的部署，返回了诺福克母港。7月，该舰正式进入船坞，开启为期14个月的大修升级工作，修复火灾损毁舱室，检修全套的电磁系统，适配 F-35C 舰载机。预计2027年秋季才能重新归队。这意味着这艘美军最先进的航母在超长部署翻车之后，还要缺席一线战场1年多的时间。曾经福特号是美军引以为傲的海上标杆，是21世纪航母的发展模板，如今却成了先进不实用、高端不耐用的典型反面教材。它用一场大火和瘫痪的马桶告诉了全世界一个最朴素的军工真理：真正的大国重器从来不是参数堆砌的科技展品，而是经得起风浪、扛得住消耗、靠得住实战的硬核战力。看完福特号的翻车全过程，你觉得美军改回蒸汽弹射是务实纠错，还是彻底的技术倒退呢？号称接班福特号的肯尼迪号半成品交付之后，能不能摆脱前辈的魔咒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请订阅我，下期节目更精彩。